哎呀，来看看这四周这种感觉。我操！哦 All aboard！ Hello， 大家好呀，这是火山社的小史，好久不见，甚是想念。最近呢，我是一个人骑着我的小飞霜，在浙江的山里一个人独自露营放假的状态啊，给大家看一下我的营地。呀，其实我的营地也一目了然啊，我买了一个双人帐篷，然后带了个椅子，一堆东西。然后呢，那是你们的老朋友，我的小伙伴，那个飞霜同学。距离上一次飞霜同学出现在屏幕里呢，他已经经历了好几轮的，怎么说呢，改装啊、升级啊。如果大家对这台车感兴趣，就是未来我可以出一期内容跟大家分享一下小飞霜的改装心得。好了啊，言归正传，说是说假期的，那怎么样才算是个完美的假期？今天的这一期内容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心中的理想假期。好啦，我们开始冒险。大家看一下我的营地啊，这个营地还蛮特殊的。要上去和下来都没有那么方便。走你！精致露营，哇！废弃的老房子，嘿嘿，但是不让进。走你，前面是坡，我操！慢点！我刚刚摸了一下排气管，一下子烫的化掉了，手套因为烧起来了。我的钛合金排气管洗得干净不？完犊子！我操，竟然是个斜坡，特别难搞，这个时候挂掉了。哎，是吧？2,000 years later. 哎，回来了。来露营的这2天，战损情况其实是非常严重的，因为每天基本上都要这么玩，而且有些路其实是不熟悉的，然后就这么莽上去了。
唉，把360给干坏了。哎，反光镜昨天干坏的，然后这个把哦，昨天摔了一跤，非常严重。它其实现在大家看也是歪的。唉，那怎么说呢？我觉得还行，我很快乐。大家看我昨天飞了多远？哦，不知道就我飞了多少米，快乐就有多少米。总之来说，就是人生就是不同的经历跟体验嘛。好了，休息一下，开始准备做饭了。好了，兄弟们，露营的一个大活是什么？就是要吃好，是不是？我们现在玩也玩了，然后大冬天的天黑得很快。今天晚上呢，就是我们稍微精致点。那我前2天都是吃泡面的，今天我们呢煮个面，然后再吃一个橘子罐头。哎呀，这视角，审核大大不要误会啊，这是水管，这出来的是纯净水啊。你看颜色是，好嘞，打开火，好加上去，小锅子加上去，滚出去啊！大家看看这四周这种感觉。啊，什么玩意儿？哎呦！好，我的面呢？给我滚！啊，让你滚就滚！哦，哎呀，兄弟们，好像有个尴尬的问题，它放不进去，正好差一点，我的天！哎，没办法了，走你！啊，没事，不要浪费粮食。哎呦，哎呦，哎呦！等会儿，我不会没有带勺子吧？看一下现在的时间，5点44到49的时候就行了。让我们去找一下勺子。哎，哎。狼狈不堪的露营啊，真实露营啊！我带了，哎，嘿嘿。还没有那么不靠谱吧？我带了这个。哎，你别说，露营这样煮东西挺治愈的。好大的气呀！哎呦，好嘞，搞定。这里是一片沙地，可以倒水，不会破坏植物。好，晚饭搞定。看看啊！哇，好，现在只完成了一半，接下来呢，就是把这个调料给它倒进去，麻油焦香，哎，感觉不错哎。手上尝尝，哇，这个应该就是麻油吧？哦，这味儿挺冲的。好了，今天的晚饭就这么搞定了，在这么一个小小的碗里面，然后做的是这种拌面。哇，看看这个面，成色不错哎。拌匀，不要急。哦哟，色一私藏嗲 ，comfortable， 嘿嘿，给大家尝尝这个味道啊。哦，不错哎。我水可能没有弄得太干净，所以有点湿。但是葱油香和那种麻的味道还蛮搭的。我现在一个人在林子里面，
这种感觉挺好的。之前每次露营都有很多朋友嘛，其实不错，但那样的露营的话，就没时间休息啊，想想事情什么的。或者说不是说想事情，我觉得一个人出来露营的重点是放空，就什么都不想。我昨天就放空了一整天，下午玩车，早上过来搭好帐篷，下午玩了一整个下午的车，然后换身衣服，吃碗泡面睡觉，超爽。哎呀，饭后这不得来点甜点嘛？橘子罐头，哎呀，我的最爱啊！哎呦，看甜呢，你为什么不喝？哎呀，舒服啊！哎，我靠，不至于吧？怎么就崩断了呀？我靠，怎么不能支棱起来呀？啊，男孩子怎么不能支棱起来呀？哎呦，漏气了。哦，开了，哎，有点晕，妈的，嘴差点给划开，我靠！哎呀，这看着就好吃。好，我来替大家尝一下橘子罐头啊。其实我已经尝过了。哎呀，哦。声音这么响的飞机，不可能是民用飞机，八成是战斗机之类的这种东西，侦察机这种。哦，一个词清爽，哎呀，喝点橘子汁儿啊，生活美滋滋。哦，爽啊！哎呀，怎么有动物飞进来？你走啊！好了，吃饱喝足了，接下来就到了一个露营的最重点的环节，就是露营鬼故事。我们到帐篷里聊，走你！好啦，观众老爷们，现在我已经躲进了自己的帐篷里，因为现在外面已经伸手不见五指的黑，而且特别的冷，所以呢，现在我们赶紧裹紧自己的小被子啊，开始今天晚上的主题啊，鬼故事大会啊！让我来切一个我们火山上的专有颜色，有那味儿了。开始。这个故事呢，发生在我和 Future 小姐姐的大学时光。Future 小姐姐呢，当时是在华盛顿大学上学，然后我呢，经常会从温哥华这边过去找她玩。然后也是有一年放假呢，我去找 Future 小姐姐玩，然后载上 Future 小姐姐，沿着这条 I-5公路啊，又臭又长的 I-5公路，想去那个波特兰玩。也就是这条公路之旅啊，发生了一个让我们印象深刻，然后或者说匪夷所思吧。前两天我们还聊起这个事情，觉得特别莫名其妙。因为前往波特兰的路呢是特别远，将近我记得要开2个小时啊，3个小时还是4个小时。那天我们出发的也比较晚，相当于就是说Future考完最后一门试，我们啥都没等，马上就走的那种程度。当时开到一半呢，因为我是温哥华出发的，车子已经没油了。于是呢，我们就在 I-5公路上，根据 Google Map 的指示，随便找了一个口子下去。他们那边的美国的公路啊，跟我们国内有一点很大的不同，就是他们那的高速公路，它下去不是说那种很成熟的服务站，有加油、有吃的或者什么，它很有可能一个口子下去什么都没有，然后往里开很久才能找到个加油站，或者是开到人家的镇上，那种小镇上才能找到一家加油站。当时就是这么个情况。当时下了高速，我们走了很长一段的那种穿越路，走了那种根本深不见底的小径，然后走到一个小镇上。哇，那个小镇，我当时没有留下具体地址。那个小镇让人印象很深刻。怎么说呢？那小镇人很少，然后很复古，就讲难听点，就是美国的乡下。
当时那个镇子很奇怪啊，我几乎没有看到任何一个黑人，不管是去咖啡厅、去加油站，或者是去那种小的杂货店啊什么的，一般那种杂货店都什么华人开啊什么的，没有，清一色的白人。然后当时那边白人的那个年纪都很大，然后当时那个眼神很奇怪。大家知道有些老外或者大部分老外其实还是蛮友好的，他们当时看到我们进到那个小镇的眼神啊，感觉是又新鲜又锐利的那种感觉。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我的描述，就是他不像是哎呦外国人老外，不是这个意思，他是外国人。就我可能没有办法表达的很好，就是那种感觉，就是你说他是不友好吧，也谈不上，但就是让你心里毛毛的。但这些啊，都是整个故事的一个调味剂。因为那天已经非常深了，我们吃完晚饭补给完，就打算赶路出发了。好了，不说意外，意外就要来了。美国的那种小路跟我们国内不一样，我们国内各种什么红绿灯啊、摄像头啊，或者是那种放在路上的红绿灯也有，他们那边的路上是没有这种东西的。基本上就是说主路辅路有一个 stop sign， 那个 stop sign 其实就是一个 stop 的标志。如果你是那种辅路出去要驶向主路的话，你一定要停，并且把车给刹死的，这个跟国内是不一样的。而且他那的规矩严到什么程度，哪怕是在没有人的那种公路上，你也必须要完成这个东西。因为什么？因为那边的当地的警察，他从来都不是通过摄像头啊什么去执法的，他都是钓鱼执法，他都猫在那儿，你猫在你一定发现不了的地方。你比方说这个地方超速啊，然后发现有个警车神不知鬼不觉跟在你后面，就要把你拉停了。或者是说那种我刚刚说的 stop sign， 他就猫在那儿，如果你没有停，警车就来了。关键是什么？当时我们因为人生地不熟，我跟 Future 小姐姐开着音乐聊得又很开心嘛，是一个比较高的速度冲出去的。可没成想呢，这个主路上居然也有辆车以比较高的速度冲过来，我已经来不及刹停了，于是干脆就加了速，就这样交叉过去了。其实是非常非常危险的，这个是不对的啊！大家以我为戒啊！如果大家以后去海外旅游，记得注意这一点。我们是好不容易躲过车祸，当时就是心有余悸，还没有过那种感觉的时候，突然间啊，后面那个警灯的就亮起来，然后就是给我们疯狂打双闪。我马上知道这个就是被警察给泼了。那我和 Future 都是外国人嘛，人生地不熟的，总归警察说什么就说什么呗。更何况我们确实做错了，我们很快呢就把车子停在了路边。没过多久啊，从后面的车子下来了一个人，那个人呢先是拿着手电，咵嗒一打亮，照我，他就不管你，他直接照着你的眼睛，然后照下面各种照，然后看看副驾驶后面有没有人，各种这种东西。然后把车窗打开，我才发现是一名女警官。那名女警官呢是那种比较标准的白人女性嘛，然后穿的也是那种比较经典的那种美国的制服，是那种棕色的，腰上捆了一大堆，我估计是有枪了，乱七八糟这种东西。而且他就下来，我们沟通了一下，那名女警官非常严厉的批评了我，然后被他非常严厉的批评了一通呢也不算，最主要是要罚款。当时那个女警官就夸夸一顿操作，给我来了一张黄色的单子，可能要罚了我将近200美元，可能不到，但是将近200美元。我当时就顿时倒吸一口凉气啊！我说我知道错了，但没想到错的这么严重嘛。那也没办法了，毕竟确实是自己不对。我说行吧，我就说我很诚恳的接下了这个罚单，然后刚收拾好，跟 Future 说了2句话，准备关窗，我突然发现后面的警车它不见了。兄弟们，真的很神奇，这是这个故事第一个奇怪的点，大家记住。一般来讲，有一辆车跟在你后面，尤其是还是晚上，开过夜车的人一定知道，晚上开车后面有车，你是一定知道为什么，因为车上一定是有灯光的。我们大概聊天说话就没2句话的功夫，我连窗都没来得及关，那车就没了。也就是说，他肯定不是从我的车旁边这样开走的。那另外一种可能性，他就是在后面掉头了。可是他的车技就是好到这种程度，掉头能一点声音都不发，感觉后面是暗的，就是一下子就没有了嘛。这个是让我最奇怪一点。那后来也没多想，那可能就是这个警官他只有可能是掉头走，对吧？车技特别好，神不知鬼不觉，开完罚款马上就走，
就是这样子理解。后来我们也觉得这个其实是个蛮麻烦的事情，因为毕竟 Fisher 还要在这上学嘛，不知道会不会对他来说有什么影响。我们在附近住下之后，第2天就前往了那个当地一个警局，那边是真的是一个小地方，就是警局都特别小，然后整个门打开来，里面只有一个人，然后是一个黑人女大婶，这是非常神奇的地方。就整个小镇我没有见到任何一名黑人，只有那个警局有一名黑人女大婶。那个黑人女大婶呢，可能是整个村子里最友好的，进去之后很客气啊，各种啊问我们哪里来的，去哪儿啊，来这干什么呀，夸夸夸，我们把情况一交代呢，他说哦那确实是，我这儿可以处理的。我拿出那张单子，黄色的罚单，上面有各种乱七八糟的信息，我车子的颜色、罚款金额、警官的签名等等这样的信息啊。我把这张单子给到那名黑人女警官，她夸夸夸一顿操作，本来还挺好的，突然停下来了。她看看电脑，看看单子，看看电脑，看看单子。她问我这张单子是谁签给你的？当时我很莫名其妙。她说什么叫谁签给我？当时一下子我跟她说警察。他也笑笑，觉得自己这个问题问得挺奇怪的。后来那名黑人女大婶问我那名警官长什么样。总之，他的这一系列问题啊，让我觉得很困惑。我简单的大概跟他描述一下，一个将近要1.7米的女性，年纪大概在中年左右，然后金头发，就是我跟他说是那种很 classic 的美国人。他当时看了这个单子之后，就离开了一会儿，好像是到里面打电话还是什么的。总之我没想到的是，为了交这张罚单，我在那耗了要将近半个小时到3刻钟的时间，其中大概20分钟都是在等这头电话。那名女警官出来之后呢，就没有了一开始那种轻松活泼的那个态度。她后来跟我们说，这张罚单你可以不用交了，你们 free to go 了，可以走了。我当时一下子也挺奇怪的，我说什么意思？我不需要交这张罚单吗？那名警官给我开这个不会对我有什么影响吗？我后来讲完这句话，我自己脑子突然反应过来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当时虽然天黑哦，那个车子开过来把我们抛停的时候，我们的反光镜什么的，尤其是踩着刹车灯啊，后面会亮嘛。我的车当时是有改装过的，一踩刹车灯后面会照亮。我印象有一件很深刻的事情是，当时那名女警官的车，它不是那种经典的警车。美国那边，尤其是西雅图那边，那一块方向不止那儿，那一块都是道旗，就是一般道旗都是用作警车的，而且警车前面是有一个防撞杆的那种，它那个造型很独特的，是方便把车子顶出去的那种造型，有盒子，然后一般上面有警灯。但当时把我们抛停那辆车呢，为什么我们下意识觉得它是警察？是因为它上面闪着警灯，而那个警灯就是像那种电视里那样放上去的，它不是装在车上的东西，或者说它也是装在车上，但不是像那种他们传统警车那么大的那种。而且那辆车不是道奇，是福特，是一辆非常老的福特。于是我发现了奇怪的地方，我问了那个女黑人大婶，这张罚单不用交的意思是不是给我们开这张罚单的人是假警察？我当时直接用了 fake 这个词，我问他是不是假的，那个是人骗我的。那个女黑人大婶啊，接下来说的那句话才是真正整个故事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她的中文翻译过来是，他是真的警察，他过去是我们这边的治安官，他已经走了，所以你不需要交这笔罚单。我当时没有反应到这句话到底有什么问题，于是乎我还拍了一下手，我说哎呀那挺好啊，小200的，我靠，开玩笑，1500、1400多块钱的，我靠，能不付当然不付好了。于是呢，我牵着Fisher小姐姐的手高高兴兴地离开了景区，继续踏上了我们去波特兰的免税之旅。但是出去的一段路上，Fisher小姐姐一直就是这样皱着眉头，像在回想一些什么事情。我当时是整个没想到这个整个事情怪在哪儿。然后Fisher小姐姐点了我一下，跟我说：“你有没有觉得刚才那个事情挺奇怪的？”我说：“怎么了？”她说：“首先，她不需要我们交罚单，那说明那个几张罚单是无效的，对不对？”我说：“是的。”那如果是一个正在工作的、有职能的，或者说是真正的在线的警官，他给我们开的罚单，你怎么能不付钱呢？这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说政府开的罚单，政府自己会不认的。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当时也说，哎，你说的对哦。然后菲特小姐真正提起了刚刚那个重点，她说那个黑人女大婶的最后一句话，你真的听明白了吗？我被她这么一提醒，后来再回想，最后那句话确实挺怪。于是乎，我开始回忆啊，刚刚她到底说了什么。然后菲特小姐帮我重复了一下，她过去是我们的治安官 sheriff 这个词，我后来还去查了一下，真的是治安官，因为他美国的警官的那种各种很多啊，分类特别麻烦。跟个黑人女大婶的话是这样子的，我们拆开去理解，她是真的警察，她过去是我们这儿的治安官，她已经走了 ，she is gone。可是菲尔小姐说啊 ，she is gone， 再委婉一点的说法呢，我当时整个人啊，就是顿时有那种在脑袋里打了个五雷轰顶一样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因为这整个故事从一开始进到那个小镇的氛围就很古怪。这整个小镇就感觉很白人至上的那种感觉。其次是那个警车来的莫名其妙，消失的莫名其妙。如果你说它出现是猫在那儿钓鱼执法，这个可以理解，因为那边的警察就是这样子。可是他那辆这么大一辆车，突然间消失不见了，是不是太奇怪？更奇怪的是，在那个警局里面发生那件很奇怪的事情。那个女黑人的讲法，我当时以为。she is gone， 他就是走了，搬到别的地方，他就是离开这个镇子。我当时是这么理解，他是真的警官，他过去是我们的治安官，他已经走了。哇，兄弟们，就是我个人是不信神神鬼鬼这种东西，虽然这种幽灵的传说啊什么什么的，在北美那还是挺盛行的，我仍然不是特别愿意相信。但这个故事啊，真的是太古怪了，以至于很多年后，我现在这样回想起来，我跟你们讲的时候，我会觉得有点发毛，因为当时至少那个警官站在我们身边，拿手电照我们的时候，那种感觉是很真实、实实在在的一个情况。如果说当时那个女黑人表达有误，或者我听错、记错的话，那 Fisher 小姐姐的记忆应该也不是假的。我们两个人都记得她是有一个非常古怪的方式。最后她就是拿着那张罚单在那看了很久，她那个眼神啊。他那个眼神就是在缅怀一样，就是我有的时候看到小时候那种毕业照的那种眼神，你知道吗？会缅怀很多事情的那种感觉。回想起来，就把这一个经历推向了一个我自己都不太愿意相信的极其莫名其妙和诡异的方向。以上就是我和 Future 小姐姐在美国的I-5公路上遇到的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